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魏大勋、赵今麦新剧未播先火，周琦、白冰、胡逸璇加盟上演都市职场剧，熬夜也要追。还记得《我的人间烟火》里那个把西装穿出破碎感的孟宴臣吗？魏大勋凭这个角色成了多少人心里的白月光。但今天要聊的不是孟宴臣，而是他即将带来的一个新角色叶信之。值得讨论的是，这次和他搭档的赵今麦饰演的徐迟，是一个因为童年目睹母亲因被替代而离世，从此把绝不被替代刻进 DNA 里的女人。绝不被替代这5个字听起来很酷，很独立，很符合当下大女主的设定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背后藏着多大的恐惧和执念？一个女孩从小看着母亲在婚姻失败后被取代，最终走向悲剧，她的人生观会被扭曲成什么样？她踏入职场，真的只是为了搞事业、赚大钱吗？不，她可能是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生存焦虑去战斗的。这就是无可替代开局最狠的一笔。他没有给女主角套上天才光环，而是给了她一个血淋淋的创伤。徐迟的起点是咨询公司最底层的实习生，他遭遇的是什么？是同事的排挤，是辛辛苦苦做的方案被上司或同事明目张胆地抢走功劳，是仅仅因为性别就被预设了能力天花板。这些情节是不是让很多打工人瞬间代入了？我们身边，甚至我们自己，谁没经历过或见过这些破事？徐迟的反应不是哭哭啼啼，也不是莽撞硬刚，他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去应对。这种狠劲，恰恰是精英合伙人叶信之看中的。叶信之是什么人？外表儒雅，是公司里深藏不露的合伙人，但内心蛰伏着一段复仇的过往。有人说他是商界千年金狐狸，这个形容太精准了。他欣赏徐迟，最初可能只是把他当作一枚有潜力的棋子，用来实现自己复仇计划中的某一步。于是，一场极其复杂的职场关系就此展开。一个是带着创伤，是要爬上顶端不被任何人取代的黑莲花；一个是心思深沉，每一步都充满算计的金狐狸。他们的初遇不是浪漫的邂逅，而是充满试探和评估的博弈。叶信之递给徐迟的可能不是救命的稻草，而是通往更复杂棋局的入场券。这部剧的导演是陈明章，拍出过《遇见王沥川》这种细腻情感剧的导演。这次联手编剧张威、孟华录，转向了快节奏的都市职场。他们给出的设定是，这部剧只有20集，每集45分钟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没有注水的空间，剧情必须像咨询行业的项目进度一样紧凑、高效、直击要害。所谓的职场打怪升级模式，可能就是在一个个具体的商业案件中推进。徐迟和叶信之的关系就在这种高压环境下演变，从互相利用的上下级，到彼此试探的竞争对手，再到可以背靠背作战的搭档。有爆料说，剧中2人需要联手破解商业间谍、竞标打压等单元案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那种成年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暧昧，那种在利益交换中悄然滋生的信任，可能比直白的甜宠戏码更有张力。这就是现在观众最爱看的智性恋拉扯，感情进展全藏在熬夜加班的咖啡里，共同攻克难题的眼神交流中，以及危机时刻下意识的维护里。关系再紧密，也绕不开最残酷的考验。根据剧情简介，故事会推向一个关键的矛盾点。当叶信之突然遭遇事业危机时，徐迟却意外获得了晋升的机会。这一刻，他们的联盟面临终极抉择：是坚守同盟，还是抓住机会上位？徐迟那个绝不被替代的执念，
在面对这个可能是替代叶信之的机会时，会产生怎样的裂变？而叶信之，他的复仇计划是否会因此被打乱？他又将如何审视这个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作品？除了主角这条充满张力的主线，剧集对职场群像的刻画也值得关注。周琦、白冰、胡一璇、王源可、希望等演员组成的配角团，颜值和演技都在线。他们饰演的可能就是抢你方案的同事、笑里藏刀的上司，或是唯一给你温暖的朋友。这些角色共同构建了一个真实的、充满竞争的职场丛林，让徐迟的逆袭之路更具实感。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值，从数据上就能直观感受到。在优酷的预约平台上，已经有超过33.7万人标记了想看。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，仅仅是一些路透和预告素材，比如西装三折叠长腿、西洋华尔兹托举这样的画面，就引发了大量的二创。相关视频点赞量已经突破了1200万次。大家期待的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更是一个能刺痛现实、反映打工人生存状态的职场寓言。这部剧计划在2026年第2季度，也就是大概6月中上旬，在优酷全网独播。而且，它已经入选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大剧看总台的电视剧片单。这意味着它很有可能会在央视8套同步播出，受众覆盖面会更广。从2025年8月开机，10月杀青，到2026年排播，制作周期紧凑，显然是平台押宝的重点项目之一。当我们讨论无可替代时，是一个带着心理创伤的女主角如何逆袭的爽文故事吗？是魏大勋和赵今麦这对新鲜组合能擦出什么火花吗？是，但不止于此。它更像一面镜子，照向的是每一个在职场中害怕被淘汰，努力想证明自己独一无二价值的普通人。徐迟的执念或许极端，但那份不想成为螺丝钉、渴望被看见、被肯定的心情，我们或多或少都有。当叶信之对徐迟说“你和我是一类人”的时候，他指的究竟是什么？是同样不被理解的孤独，还是为达目的可以隐忍的狠戾？这部剧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或许就在于他试图去解剖这种复杂的人性，并把答案藏在一次次职场交锋和人性抉择里。最终，那个无可替代的人，究竟是战胜了所有对手站在顶端的那个，还是找到了内心真正平静与价值的那个？这个问题恐怕要等剧集播出，我们才能和徐迟、叶信之一起寻找答案了。